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细优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呢，我们看到美股创出新高，但比特币呢仍然处在一个箱体结构当中。那这样的一个箱体结构呢，主要是围绕4小时级别44000美金和415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做震荡。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12月11日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这个阴线产生之后，围绕这个下跌阴线形成的缺口反复进行缠绕回补，并且呢构成了第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我们画出来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假的突破，接近前高44700美金之后，在焦点位黑洞作用下把价格打了回来，然后找到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大概是在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样的一个区间，同时呢也是收敛三角形下边线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黑洞作用下吸引过来之后，快速发生反弹，最终呢我们观察到行情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向矩形结构过渡，但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矩形结构不是最终的形态，这个结构呢最终会形成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并且呢围绕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变盘。未来呢更可能的是会出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围绕当前运行的这样的结构做出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形态。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完之后，我们看周线级别。周线级别，我们看到1月初的行情当中走出了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然后6月的行情当中走出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6到10月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干扰性 K 线，10月底的行情当中，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然后走完本年度的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在12月4日这一周走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最近连续4周都是围绕这个悟空阳线做区间震荡，那上方是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由于前面行情当中一段极端的上涨行情没有经历过完整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目前高位随着美股不断创出新高，比特币在44000附近做盘整震荡，同时呢44000美金附近呢也是21年4月份到22年5月份长期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压力中枢，那这个压力中枢呢到今天起到了对行情的一个压制作用。然后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快速反弹。那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处在一个缓跌，然后走出急跌，急跌过程当中跌破了下边线，形成周线级别的下跌细游。那根据我们 K 线细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了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就有可能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行情。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第3次的悟空阳线在12月22日发生。悟空阳线走来之后，我们看到昨天走出八戒阳线，今天走出沙僧阳线，这意味着以太坊出现了一个领涨于比特币的独立行情。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上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目前以太坊出现了领涨结构，这样的领涨结构让以太坊快速突破了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突破的位置是接近焦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悟空阳线。昨天的位置形成了悟空阳线，今天有希望走出八戒阳线，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的。同时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以太坊最重要的一个支撑在22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周线级别144周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支撑位得到了支撑之后，上方目标位是在2900美金，2900美金是21年5月到22年4月份，和这一点呢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筹码中枢，目标点位是在2900美金。除了以太坊的快速上行之外，我们看到 BNB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非常良好的表现。除了赵长鹏的回归之外，我认为币安平台新的 IEO 为BNB 提供了新鲜的血液那么 IEO 之后呢，大量资金涌入 NFP 这个新币种。那在新币种，我们看到连续下挫之后，资金通过 NFP 对 BNB 的这个交易对重新回到了 BNB 上，所以呢，造成了 BNB 在短时间内快速上行。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 BNB 长期以来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震荡当中，震荡了
范围是在$690高点到底部$220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们看到曾经有一段时间$220被跌破低点到达$210附近，那么我们认为220到210这个区间是属于币安币的一个黄金坑。那么目前在周线级别上，BNB 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是一个多头的信号。有了币安平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这轮周线级别上涨是由 BNB 的上涨的时间点抓的比较晚，那么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出现补涨领涨行情，意味着 BNB 可能会走出接近前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 BNB 呢，这轮行情，这轮小牛市的行情，我们看到比特币的一个启动时间是在23年1月啊，但是呢 BNB 并没有跟随比特币做出很好的周线级别上涨息始终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同时呢，赵长鹏也是官司缠身被罚款了几十亿美金，所以呢 BNB 迟到，但是并没有就是完全不走出行情，它只是一个补涨的行情。在这样的补涨行情当中，我认为 BNB 随着它的 IEO 资金流入币安平台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期待 BNB 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接近前高。然后呢，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SOL 出现了回调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SOL 已经走出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做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预期。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 SOL 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合、唐僧阴线，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又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那么就有机会出现日线级别唐僧阴线，目标点位呢是在$95附近啊。那更为标准的是我们的会员票我们的会员票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一个涨势非常突出我们看这个 RAY 在这轮行情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看到对于周线级别来说 RAY 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那么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过程当中没有做非常好的调整，然后在高位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目前处在一个调整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打到平台位于$1.5的平台之后继续下行，那么给出它的判断就是可能会发生日线级别下跌细游。那日线级别下跌细游，这里面走出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可能会走一个唐僧阴线。那么可能目标点位是在$1.2附近，到达这个位置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位置。原因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支撑位是在$1.5，跌破之后下方就将会进入到它的一个黄金坑。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认为它有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预期，大的趋势是上涨的，目前在做4小时到日线的调整。那么调整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169日均线、200日均线在缓慢上行。那么 K 线目前正不断接近这个连续的一个支撑位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呢，如果接近支撑位或者到达支撑位，那么结合当前是一个黄金坑的一个区域，因此呢，对于 RAY 来说是可以缓慢布局进行抄底的。那么对于 RAY， 我们是在$0.3进场的，这是一个非常接近底部的一个位置。进场的同时，我们当时确定$0.5是 RAY 的一个黄金坑0.5下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黄金坑。布局之后呢，目前是有一定大概几倍的获利的。那么随着它的上涨，我们逐渐减仓之后，要把这个仓位重新回补回来。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就是单边下行之后单边上涨，那么这证明超级主力在底部收集了足够多的筹码，并且呢，我们看到底部在0.1334这个位置上，超级主力快速吸筹之后缓慢打压，构成了我们传统股票当中的吸筹筹码、锁定筹码。那么未来会它的一个拉升阶段，我认为会非常漂亮。所以呢，对于 RAY 这个我们的会员票来说，还是要给予一定的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